小米预期，这是一辆热度极高的车，2分钟大定19.6万，锁单3分钟。这也是一辆极快的车。哎呦我家定上了！这是一辆我第一次开回东北老家的纯电车。现在是早上的5点28，今天为什么起这么早呢？因为要去北京提我的小米预期。为什么要在北京提车，然后开回老家呢？其实小米苏七那会儿我就有这个想法，但因为后面拖来拖去就不了了之了。到了小米预期啊，我就想趁着提车的热乎劲儿直接走一趟，没什么过于高大上的理由，就是想开这辆很帅的车，在我过去生活的地方转一转，顺便把测试也都做了。正经人哪有拿这个行李箱来提车的？我这一台就是咱们的小米预期 Max， 真好看。哇，这个颜色好漂亮啊！哎，说实话，这个碳纤维比在图片里好看多。胶塞也是两用的，这个比较好，学习一下。是大家都是很优秀的车厂。这个安全锤稍后我可以帮您装上。好嘞，好嘞。它可以装在我们的主副驾中间的后车厢下方。那主副驾如果吵架比较激烈怎么办？您记得提前说好啊。给您开始用车，恭喜您成为小米预期车主。哎呦，还是这个同色系的主题壁纸。您的内饰是同色的。哎，但这个不是同色的，可以提升一下。哇，刚刚好。哎，还有个杆儿，藏个灯箱，放个包。现在呢，我就坐上了我这台预期 Max 流光金配鸢尾紫，非常的高端。大家看这个内饰。那接下来呢，我们就在北京休整一下，然后明天正式从北京出发去哈尔滨。OK， 现在是第2天的早上8点，然后我们准时出发。大家看，这辆粉色的小米预期 Max 今天即将被我们狠狠测试，看看它的续航和高速辅助驾驶的表现如何。待会儿把我的包一放啊，其实预期的空间，不算特别充裕吧，后备箱的空间。看这个补光灯，这个补光灯确实不错，非常之明亮啊，要比车身默认的那些补光灯要亮一些。然后接下来我们正式出发，我们现在打开高速领航开启。哎，变道了。2公里后向右前方行驶。小米辅助驾驶在我驾驶的过程中第一次变道。奔驰给你让了。我来接管了，接管了。正常来讲，刚才奔驰右后的那个距离是完完全全可以变道的。这完完全全直接进来就行了。600米后有长实线，放弃了。提前走右侧车道。确实相对保守，国报过弯了，别等和我抢话。看这个极致的过弯，好，汇入主路，进来了，很好。现在速度到120了，就高速下这个情况开的还是没问题。表显续航还有169公里，我们距离这个超充站还有173公里。4公里怎么又藏到了？怎么都藏到了？我们现在下坡还能回收点动能。现在看到下坡，就像看到了一滩清澈的湖水。持平。它持平会显示能到达吗？等到什么时候反超了，我估计显示能到达。后面我们唯一说是跑的地方呢，是表显里程和车装距离持平甚至不足的时候，我们确实怕跑不到，所以在高速上把时速控制在了100左右。不过这次跑下来啊，我认为小米预期在气候适宜的情况下，实打实在高速上跑个500公里没什么问题。这个续航表现，大家伙满意吗 ？Much later， 进入哈尔滨了。开始辅助驾驶，我们到哈尔滨已经是凌晨了，在路况不复杂的情况下，小米在市区里的表现，我认为甚至要比在高速好一点点。那忙完了，带南方小伙伴吃个东北小脏摊儿。这是我们南方的小伙伴第一次在北方吃烧烤。你吃不吃羊蛋？他吃刺身，羊蛋刺身就是喝死我了妈的！这一天都没喝酒了。吃饱喝足，休整一下。这次把预期开回老家，一个很重要的原因，就是想让我的亲朋好友们也来看看小米预期。对于平时不怎么关注新能源的人来说，这样的产品会给他们带来怎样的印象？那最先采访的肯定是开了很久理想 L7的我老爸，感觉怎么样？第一印象？感觉挺时尚的。你像
问界 M9确实老气。理想呢，就是这个外观还是不错的，但是它套娃，你现在理想卖的多好，满大街都是，瞅着都那套玩意儿啊！你还有这车机，这小米的车机做的是很不错的，看它这个车机的动画非常好。这个你在乎吗？车机你在乎，因为毕竟你开理想。车机也当然在乎了，我理想车机还是挺不错的。你觉得这个座椅舒适性和理想比？这个比理想最舒服。你不觉得硬吗？我倒喜欢硬的，太软了并不一定就舒服。它这个座椅还有个比较强的地方是理想没有的，你跟他说打开零重力座椅。小爱同学，主驾请讲。打开零重力座椅。你看现在咱俩这个，你就是完全躺着的，基本上。对呀，这个好，这个好啊，这个很加分是吧？我觉得这个很加分，这个太加分了。接着呢，我也问了问00后从小就用小米产品的准大学生，来吧，锐评一下外观好不好看？首先，我觉得新能源电车选择这种不一样的颜色是非常明智的选择，粉色是吧？选择这种亮色的更能体现它这种新质感，新能源更能符合这个时代的潮流，能体现年轻这种时尚的感觉。太会说了你，考驾照了是吧？考驾照了，一直在。今天就给你和你的同学种下一颗买小米汽车的种子。内饰第一感觉怎么样？我觉得跟外观颜色非常适配，坐在这里我觉得不输百万车级别。哎呦我天，佩君学一下咱们这个话术啊，以后就这么说。除了体验内饰外观，电车嘛，0-100加速是必不可少的环节。然后这个场地呢比较安全啊，给大家一会儿试试0-100加速。你俩心脏都没问题吧？没有问题。感觉如何？感觉非常棒，有坐封闭优雅过山车的感觉。这个00后还是身体太好啊！0-100加速这玩意儿，我要用它折磨老年人。哎呦我家钉上了，红色钮按下去，不死模式。好，踩到底。哎，这一脚就够了。我操，再快我怕转方向我控制不好。我带你踩一脚，来吧。哎呦，哦，确实比特斯拉猛。小米预期72小时，这次项目做的还是非常开心的啊！不仅仅是喜提新车，更主要的是我终于完成了去年没有完成的一个梦想，就是把小米的汽车开回了我的老家。整体来说呢，小米预期确实是一款非常优秀的产品。那这辆车的外观啊，基本上是谁见了都得说句好看哈。那无论是这个年轻人还是中年人，其实大家对于好看的外观的接受程度是非常之高的。其实这辆车的续航表现呢，高速工况能跑个500公里实打实的。如果你不是像我们这次超长途的旅行，那这辆车用起来应该是没什么续航焦虑。那这辆车的驾控啊、内饰啊，基本上试过的人呢也给出了非常高的这个评价。我觉得这辆车目前唯一的遗憾，或者说小米接下来的重中之重，一定是把辅助驾驶给做好。这个是小米汽车整体的这块水桶相对来说较短的那个板。如果这个板也能够提升上来，那我觉得小米汽车啊，无论是它的性价比，还是说整体的产品实力，都已经是非常非常高的水准了。做完各种测试，在离开之前，我开着预期回到了我毕业以后就未曾回来的地方，我的母校黑大。我们准备出发去黑大了，给老师买了束花。这个前备箱是挺能装的。今天天不错，适合开着小米预期回母校。我看看现在的学生们都吃什么。哎呀，礼拜二烧烤，我操，这个是哦，这家好像是我之前就在的，剩下的店我好像都没什么印象了。其实大部分都换了。这个就是女生宿舍，女生宿舍比男生宿舍好。你怎么知道？也是道听途说。右前方就是 C 区的门了，博学慎思，参天禁物，这是我们黑大的校训。但是绕了一大圈，这黑大确实是挺大的。这儿的话，哎，那这不是黑大里，左侧呢是家属区，右侧才是黑大校园啊。我在这个家属区经常剪头发，这个阿涛造型还在，我就在这个阿涛造型剪。哎，我们现在就进入了这个黑大的校园哈。那面呢也是女寝宿，我怎么这女寝宿舍记这么清楚？主要是因为这个女同学多。哦，这里有小车了，我记得我走的时候还没有小车呢。开车在这里感觉还是不一样，开车感觉好小啊。多年后，开着预期回到母校，这次的我区别于学生时代，还是对世界充满着期待，只是多了一些从容。正值暑假，校园里其实没有多少同学，但预期在校园内依旧有着超高的回头率，这让我想起了当年拿着小米2上晚自习的日子。从2G 处理内存就能让我惊呼，到如今开着预期在校园里穿梭，
开着喜欢的车在路上，在曾经生活的地方，给爱我的人分享这辆车带给我的喜悦。这种感觉一定不是简单的虚荣心和陌生人的一句牛逼能够总结的，这是一种满足感。这种满足感是复杂的，既有欲买桂花同载酒，终不似少年游的无奈，也有相信美好事物即将发生的期待。朋友们，我们路上见。